亡靈近身問鼎救出周易，周易送亡灵3件大禮，亡灵助女尸闐而復活。亡靈當年在宇之仙界與周易相遇，當時的周易因為追殺大羅劍宗的靈天後，被困在了妖靈之地的潮汐深淵。當亡靈來到妖靈之地時，他就準備救出被困的周易。周易和亡靈其實並不算很熟，當年在仙界發生的一件事，讓亡靈牢牢地記住了他。周易深愛着一個女子，為了她，連自己的靈魂都可以燃燒，也絕不放手。周易把非常珍貴的問鼎之晶送給了亡靈，只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請求，就是希望亡靈能幫忙守護那個女子的軀體。這看似簡單的要求，卻是周易用盡一生，直到死後都放不下的牽掛。後來周易自己變成了宇之仙劍的魂魄，但那個女子體內因為他而誕生的一縷殘魂卻徹底消失了。那一刻，周易覺得整個世界都在自己面前破碎了。他心灰意冷，帶着一種求死般的劍氣，以劍靈的身份衝出虛空，是要斬殺靈天後。他這麼做，只是因為活下去的念想已經沒了。亡靈在殘酷的修行界見過太多各懷心思的人，能讓他記在心裡的人很少，周易是其中之一。當年的亡靈修為尚淺，在周易眼裡可能只是個不起眼的後輩，但如今的亡靈已經擁有了問鼎級別的實力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毅然踏入了那個危險的深淵缺口。為了救周易，哪怕有剑尊靈天後的神念阻擋，他也要闖一闖。剛一進入缺口，靈天後那充滿霸道意味的神念就蠻橫地衝擊過來，像一把要刺穿天地的利劍刺向亡靈。此刻亡靈明白，如果後退，就再也沒機會救周易了。人的一生該做的事必須去做，如果總是畏首畏尾，就算活上10000年也是渾渾噩噩。他眼中露出果斷，向前邁步，周身金色符文閃爍，大量飛蟲在抵擋中僵硬墜落。緊接着第二波更猛烈的神念襲來，他身上的魔甲魔氣幾乎崩潰，一股仿佛能讓他粉身碎骨的巨力傳來。亡靈壓下本能恐懼，放出了尚未完全煉化的散魔之魂。這魔魂吞下部分神念後變得不穩，被亡靈及時收回。他趁機向前衝出一段距離。第3波神念伴隨着低吟咒語聲洶湧而至，亡靈的防護迅速瓦解。他照出雷獸抵擋，同時發起反擊。寂滅指化魔指帶起精純魔氣，黄泉神通在腳下捲動，百萬生之烙印轉化的殺戮之氣也一併轟出。所有手段與神念猛烈碰撞，整個深淵劇烈震動，碎石浮空，悶響不斷。這波動甚至傳到深淵底部，讓一把插地的大劍微微鬆動。在火妖郡出口下的空曠處，閉目的貪狼察覺到了靈天後的氣息與另一股陌生力量，心中生出猜疑。而在遙遠之地，靈天後的本尊也猛然睜開了雙眼。遠在另一處的靈天後察覺到自己設下的封印有所異動，但他認為只要被困的劍靈心存死念，就不可能自行解脫，因此並未過於擔憂。而在潮汐深淵的裂縫中，亡靈剛艱難地抵擋住了靈天後神念的第3波攻擊。雖然成功打開了一個缺口，但他身氣血翻騰，經脈也受了影響。他沒有時間調息，立刻以最快速度從那個稍縱即逝的缺口衝了進去，直奔裂縫深處。那裡周易的氣息已隱約可感。然而靈天後的神念再次降臨，一個霸道的聲音直接在他腦中炸開，震得他口吐鮮血，元神萎靡。亡靈深切體會到，這僅僅是一道殘留的神念就如此可怕，靈天後本尊的實力簡直難以想象。他不敢遲疑，迅速取出一支晶瑩的仙筆，凌空刻畫符文。這純粹的仙家神通讓靈天後的神念也感受到了威脅。那神念幻化成靈天後的虛影，隨即又凝聚成一道凌厉無匹的劍氣，狠狠斬向符文。兩者相撞，引發了驚天動地的爆炸，深淵岩壁大片坍塌，亡靈連连吐血，元神遭受重創。他畫出的符文也隨之碎裂，其中6道分神徹底崩潰。不過符文碎裂後化作的金色光點，形成了一個暫時的牢籠，將那霸道劍氣困在了其中。趁着這寶貴的機會，亡靈強壓傷勢，帶着一股決絕的殺戮之意，猛然衝向了裂縫的最深處。在那裡，他看到了周易。周易的靈體懸浮在一個陣法之上，雙目緊閉，神情茫然。他全身大部分都被蠕動的紫色氣息覆蓋，只有眉心一點金光還在頑強抵抗。陣法不斷升起紫氣符文，融入他體內，四周插着4把寶劍，其中3把的劍尖上還漂浮着蘊含強大神念的光球。眼前的景象讓亡靈明白，這是一個極其陰毒的煉化陣法。那些紫氣是來源於水妖郡古妖殘魂的妖氣，正通過地底暗脈源源不斷輸送過來，意圖吞噬周易最後的心神，將它煉成一具可供古妖使用的軀體。而靈天後當年將一心求死的周易引到妖靈之地封印於此，正是與這古妖殘魂做了交易。他利用古妖的妖氣來侵蚀周易，同時布下自己4把元神之劍的投影，來增強陣法威力，可謂一舉兩得。周易之所以能讓靈天後如此費盡心機，是因為他身為宇之仙劍的劍靈，擁有強大的本命劍氣，再加上他當時因白衣女屍之死而心灰意冷，戰鬥起來完全不顧性命，讓受了仙指印傷勢的靈天後也一度頗為狼狽。靈天後認出那傷他的仙術來歷極高，絕非尋常，這也讓他對周易及相關的一切更為忌憚。只是他當初恐怕未曾料到，幾百年後會有一個叫亡靈的故人，為了這段過往的承諾，不惜一切的闖進來，要打破他這個精心布置的局面。亡靈歷盡艱辛來到周易面前，卻發現對方全身彌漫着死氣，這不僅是外部陣法侵蝕的結果，更是因為周易自己早已沒有了活下去的念頭。眼前的陣法極其強大，亡靈自知無法破解，能破此局的或許只有周易本人。
亡靈輕聲呼喚。周易緩緩睜眼，眼神空洞而充滿哀傷。他沒有看亡靈，只是再次閉眼，讓亡靈離開。聽到這平淡的"你走吧"3個字，一路拼到元神重傷的亡靈臉上露出了自嘲的笑容。他感覺自己或許真的不該來，這份恩情在他踏入裂縫6道分神崩潰時就已經算還清了。他轉身向外走去，亡靈轉身的動作似乎觸動了周易。他喃喃自語，承認自己在所愛之人離去的那一刻，心就已經死了。幾百年來被封印於此，他並非無力抵抗古妖之氣的侵蝕，只是不願阻止。唯有眉心上那點代表對婷兒痴念的金光，是他不願捨棄的。輕嘆中，周易抬起已化為紫色的手，向前一彈，一道璀璨的金色劍氣骤然射出。這正是讓林天後都曾極為狼狽的與之仙劍劍灵的本命劍气。這道劍氣瞬間擊碎了第4個光球，其中蘊含的林天後神念被攪碎，化作晶瑩的光點，如銀河般湧入亡靈體內。亡靈受損的元神立刻以驚人的速度恢復，甚至比之前更為壯大，體內原有的林天後劍氣也得到增強。周易告訴亡靈，自己的本命劍氣無法赠予，只能以此幫他恢復傷勢，並再次請他離開。亡靈暗嘆，一邊向外走，一邊取出那尊守護多年的寶塔，向後拋去，表示當年的承諾已經完成。這個動作讓周易猛然睜眼，望着寶塔，喊着婷兒的名字，無盡的悲傷彌漫開來。亡靈停下腳步，沒有回頭，說道：“她不叫婷兒，如果我沒猜錯，她的名字叫做清霜。”周易的靈體劇烈震動，眼中的空洞被靈力取代，臉上神色變幻，苦澀地重複着清霜這個名字。亡靈接着告訴他，先帝清靈，也就是清霜的父親，據傳就在妖靈之地的一處洞府內療傷。這個消息像一束火苗，投入了周易死寂的心湖。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，帶婷兒去見他的父親，讓他復活。周易眼中厲色一閃，身上纏繞的紫氣被猛然逼出，順着陣法消散。他深情地看了一眼寶塔，照出一柄小巧的羽之仙劍，整個靈體融入其中。剎那間，縱橫的劍氣充滿裂縫，陣法的反噬隨之而來。3個神念光球撲向仙劍，一聲冷哼從劍內傳出，周易的本命劍氣橫掃而出，光球崩潰，被幻化而出的周易一口吞下。地面的4把劍影與整個陣法在凌厲的劍氣中徹底瓦解，封印裂縫也隨之坍塌。周易的聲音帶着滄桑與決絕響起，質問林天後：若非自己心死，又豈會被這封印真正困住數百年？他表示，這幾百年雖在死寂中度過，卻也時刻感受着遠古劍意的傳承，言語中充滿了再戰之意。仙劍飛出裂縫，周易在劍上幻化出身形，他將寶塔鄭重托付給亡靈保管。看着亡靈，他眼中閃過一絲欣慰，感嘆對方在短短幾百年間能走到這一步。亡靈則感謝他當年的問鼎之金。周易認為那是亡靈應得的報酬，該道謝的是自己。他隨即問起當年寶塔中的另一把仙劍。亡靈取出仙劍，劍內的許立國立刻感應到周易那如同劍靈之主般的存在，敬畏不已，趕緊飛出劍體，帶着比討好亡靈時更甚的谄媚神色解釋自己的由來。一旁的亡靈臉色頓時難看了起來，看着一臉谄媚的許立國，周易沒有解釋什麼是遠古劍意，而是直接以神通讓他親身感受。一道金光射入許立國眼中，海量博雜的信息瞬間灌入，許立國當即陷入迷茫，仿佛回到了當年元嬰离體時的狀態。周易做完這些，神色明顯疲憊，這種直接贈與傳承的方式對他的靈體是一種損傷，但他並不在乎，正如亡靈不畏艱險來救他一樣，他也願意付出代價來成全亡靈的劍靈。他提醒亡靈，許立國天生有反骨，需小心操控。不過自己已在傳承中留下暗示烙印，若其日後背叛，將遭傳承反噬。亡靈看到周易臉上的倦容，心中感慨，鄭重抱拳道謝。周易只是搖頭，表示只要婷兒能復活，這傳承對他便無用。他鄭重地請求亡靈幫他找到清霜的父親。亡靈沉默片刻，點頭應允。周易臉上露出微笑，隨即做了一件讓亡靈驚呼出聲的事。他抓過許立国寄身的那把仙劍，運起力量，在其上重重一拍。這一拍之下，仙劍剧烈嗡鳴，一股奇異的氣息從中散出，消散在空氣中。他告訴亡靈，從此之後，世間與之仙劍只剩3把，而這一把已徹底屬於亡靈。無論是過去的劍靈，還是未來可能誕生的新劍靈，都再也無法操控此劍。這份禮物可謂驚天動地。與之仙劍本有4把，且無論流轉到誰手中，只要劍靈周易存在，便永遠能被收回。周易這一拍，拍散了仙劍上屬於劍靈一脈的烙印。從此，這把劍只認亡靈為主，即便許立國，也只是屬於亡靈的劍靈而已。這等機遇，在仙界通常只有仙君級別的存在才可能擁有。周易輕嘆一聲，靈體融入自己所控的仙劍中。他告訴亡靈，自己能感覺到深淵底部有一股上一代與之劍靈的氣息，這算是送給亡靈的第3份禮物。說罷，仙劍便向深淵下方飛去。亡靈將仍在接受傳承、處於迷茫狀態的許立國收回那把已屬於自己的仙劍，緊隨其後。他們一路來到潮汐深淵的底部，這裡是一個巨大的環形回廊，中間則是一個仿佛能吞噬一切的漆黑深坑，散發着微弱卻持續的吸力，邊緣的細小塵土不斷被吸入。亡靈立刻明白，東海之外那5000年一次的恐怖潮汐，其根源正是這個深坑的周期性爆發。就在亡灵望着深坑出神時，周易出聲提醒他不要長時間凝視。亡靈正要收回目光，耳邊卻依稀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下去。